这个锁骨不是很清楚吗？只要能找到这个锁骨、肩峰，那其他结构就都能顺理成章的推理出来。那锁骨这个窝就是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窝，你把结构契合到模特中，对应到模特的造型中，这个结构不就出来了吗？不要光画外形，要去理解它内在结构。这个我们课程一开始设定的就是这个内容，去理解它内在的骨骼结构，然后再找肌肉的附着点去安装肌肉，这样的话就能够从内到外的去理解了。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画的是外形？所以说在结构上面总是会有小问题，图片好一点，然后效果就画好一点啊，图片就没那么方便观察，结构没那么清楚的时候就容易出状况。肱二头肌、肱肌、会肱肌、背阔肌指点这里应该再窄一些，不会因为被拉拽，整个下端的这个附着点被拉上去，它会被拉开一些，但是它附着点还在这个位置，因为在腹外斜肌的腱膜上会有它的附着点。如果你想画肩部的这个菱形的话，那就找两个肩峰就好了，然后把它们连接不就可以了？在中间做一个圆，作为颈部的基础，颈肌，这个脖子朝向就能画清楚了。这边的锁骨外端呢，画的有点太靠头了，靠头有点太近了。这个网格线画的不太对，它不贴形，它的胸肌这么扁，它没有鼓出来。找它整体的走势，就是这个线条贴在它胸上的这个横向方向的走势，起伏并不明显的。这样的网格线就能够很好的表现出它整个体积的起伏变化。注意一下颈部的柱体朝向。第一个呢，就虽然说看到的不多啊，但是看到这一点呢，大概能感觉到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的这样的一个横截面，比较扁。它如果低头下来的话，它的颈部可以形成这种角度的这种大小的这个横截面。但是它脖子是立着的话，它的横截面就会比较扁。然后注意肩三角肌的指点，它不是个尖儿。中束的指点呢最低是一个带圆的尖儿，然后前束穿到中束的下边。如果后面视角的话呢，后束也是穿到中束的下边。然后这个腋下的位置有点低了。然后胸大肌外侧的轮廓还是比较长的，从这里面看，这个是胸大肌的指点端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指点画的有点低，所以说胸大肌的外侧轮廓就画短了。这个眼睛的比例，可以先把它头型画出来，然后再给它加头发。这边的眉毛，这边的眉毛。喜欢画帅哥，这边的眼睛的位置有点靠后了画的。然后下巴稍微短了一点点，然后下颌角得有下颌角。胳膊的形，手腕、手这些形状都可以再深入，没有你画的脸这么深入。这手臂的结构这样就清晰了。肩胛骨、背阔肌、前锯肌，前锯肌可以加厚背阔肌这里的轮廓。腹外斜肌。下面这个也是胳膊的形状啊、结构啊，画的跟这个脸不匹配，脸画的比较深入，这个地方结构就画的比较潦草，缺东西。颌窝这个位置的颌窝不要丢。肱三头肌肌腹的那个小灰面、小暗面，然后耻骨鹰嘴，然后把这个结构画丰富起来。然后这个跟上张同样的问题啊，这个手臂结构，而且这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应该更宽，受挤压隆起来这个肱桡肌应该鼓出来，这边的肩头再长一点。肱三头肌的肌肉和肌腹之间应该有一个小坡面，
很微妙。你懂这个结构，你在这里就能看得出来；如果不懂这个结构，在这里就怎么看也看不出来。下面这个胸大肌画小，你经常把胸大肌画小，我记得看到你画很多次这个胸大肌画短了的情况，比例的问题啊。然后这个手臂呢，它没有往外抬起来啊，它就看不到这么多这个横截面。然后肱三头肌画少了，肱三头肌应该再长一点，大概是这个角度的柱体。然后胸大肌的肌纤维不要聚焦在这个点上，它是一束压着一束，一束压着一束，像折扇一样的结构，形成这种交叉角拧。然后肩三角肌的指点，肩三角肌的这3束，中束最低，前束穿到中束下边，后束也穿到中束的下边。在这里呢，看不到这么多后束，就是再把一些结构的自然特征掌握的再深刻一点，就可以画得更好。这个颈部啊，怎么换成了方块呢？颈部的是个圆柱，有动态的情况下，这个颈部转过去了，头转过去了，这一侧的胸锁乳突肌呢就变到前面来了，然后另一侧的胸锁乳突肌呢就转到后面去了。它的颈部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下面这个颈部也是，这个是一个偏俯视的，那它的横截面应该更圆一些，应该是这个状态的。还有胸锁乳突肌是在这个柱体的两侧，你这个画到前面来了。颈部的十字线交代它前后左右方位的十字线，斜方肌的轮廓，它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肩三角肌不要这么分啊，中间这条线不可能在这里，前束也得跟着转过去，在这个角度中束看不到多少，在这里都可以不用分前束和中束，直接一个拉长的肩三角肌形状过去，只要交代清楚它和手臂的前后关系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女性的胸大肌一束压一束的形成的这个弧形，就是这一块腋下前臂的造型，这个肌肉都不太符合模特自然型、自然特征，这个要深入观察，多观察一下。你看这边呢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，这才是这个模特的自然特征。